众少年俱是目瞪口呆。现在的小辈对鬼道的了解多半来自藏书馆的书页间，这样直白的看到有人使得如此出神入化，却是真的第一次。见没有人行动，魏无羡顿了顿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众人这才如梦忽醒，连忙跟上前去。寺庙已经相当破旧了，想来这里并不是一贯上山的通道，故而这间寺庙也先有人治，更遑论有人修缮了。推开门时，大门发出一声尖利的吱呀声，但却并未落下簌簌的尘土。魏无羡盯着木门的一侧看了会儿，抬腿迈进了门。蓝丝追与金陵对视一眼，跟在魏无羡身后，一左一右看着两侧。寺庙并不算大，正对门的位置挂着一幅牌匾，祭拜的似乎是当地的山神。魏无羡绕着墙边走了一会儿，便看到一群挤作一团的人群，他们身后分明有更大的空间，却不知为何一定要挤在墙根，惹得彼此间紧紧相依。看来是走失的乡民，但他们为何做出如此反常的行为？魏无羡看看一侧的地面，注意到一块地面的颜色并不正常，他又迈出几步，才发现那块土地松软，似乎刚挖开不久。魏无羡俯下身，右手打了一个响指，一具尸体猛地坐起来，抖落了一身泥土，是个死去不久之人。几个小辈看得新奇，金陵走在前，并未看到这一幕，他向前迈出几步，正欲开口，却猛地立在了原地。他张了张嘴，只发出了残破的呼声。金陵，你怎么了？蓝丝追急忙跟过来，顺着金陵的目光看过去，也跟着一愣。你们两个怎么了？蓝景仪伸手去拍他们的肩膀，看见时，魏无羡收回目光，站起身走上前来，也忍不住颤了一下。距离乡民不远处卧着两个人，一个躺在地上，另一个跨坐在他的身上，正举起一把生锈的斧子，一下一下地砸在身下人的头上。而此刻，这个人的头颅已经被砸成了一滩烂泥，崩出的眼球砸着脑浆鲜血，混着地面上肮脏的泥土，整个烂作一团。你做什么？金陵回过神来，当即怒从火烧，伸手挥出佩剑，然而那剑却并未击中举斧之人，只是从他身上穿了过去，又回到金陵手中。又是幻象？没用的，一个乡民颤颤巍巍地说，我们试过了，这是鬼，是鬼。魏无羡俯下身来拍拍他的肩膀，道：我们就是专门杀鬼的，不用担心，这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。那乡民身形颤抖，双目布满血丝，抬头看他。魏无羡不偏不倚与他对视，许久，那乡民移开视线，深呼吸几下，又缩回了原地。魏无羡打量剩余的乡民，皆是一副精疲力竭的京剧模样，想来是吓得不轻，才会在这里挤成一团，给彼此些安慰。幻象中的人终于停止了捶打，那人大口喘息许久，才反应过来自己方才做了什么穷凶恶极之事，慌忙站起来跑出几步，又犹豫片刻，折回去在地上人的腰间翻找片刻，掏出一块翠绿剔透的玉石。这玉石刻成腰牌的模样，雕工精美，玉石本身更是浑然天成的巴掌大的一块，哪怕并非行家，也能一眼看出这块玉石必然价值连城。那人并未细看这块玉石，而是拿着它跑出门，在门口处逗留片刻，将玉石嵌入了门间的一个看似破损的缺口。地面突兀地沉下去，形成几节台阶，阶下尘土散去后，是堆积如山的金石财宝。原来那李二说自己找到了财宝，竟是真的。幻象戛然而止，片刻后，一切重新开始。两个人冲进寺院，其中陌生的那个想来就是被砸碎脑袋的真正财主，而另一个则是不知如何得知消息，尾随他至此的恶棍。魏无羡移开目光，没有再看下去。这里的幻境彼此相连，想来皆是出自同一人，亦或同一物之手。想要把这些乡民带出去并不难，但要彻底解决云平山上的问题，却是一头乱麻。魏前辈，一个小辈在门外喊道。方才他让这些小辈四处转转，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，难道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魏无羡跟过去，在寺庙的背后发现一具骷髅，白骨身上还穿着衣袍，衣内满满的全是黄金珠宝。魏无羡在他腰间翻了两下，掏出一块翠绿的玉牌。那么这个人的身份也就可以确认了。魏无羡直起身来，对一侧的蓝家小辈说：
你们谁会问灵？”一位少年道：“我会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问问他，因何而死，为何在此？”那少年于是从乾坤袖中抽出古琴，几个来回后，答道：“迷失山间，筋疲力尽而死。”魏无羡盯着那具白骨又看了一会儿，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涌上心头。他转头道：“再问问他，为谁所杀？”那少年一愣，道：“此人乃力尽而死，并非受人杀害。这个问题怕是没有答案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我知，你只管问问便是。”少年于是拨动琴弦，此次问题发出后，许久未能接到回答。就在魏无羡以为自己猜错了方向之时，琴弦缓慢而坚定地拨动2声。他说什么？那少年愣在原地，像是没想到真的能得到回答，一脸困惑地说：“他说山神。”